外媒有消息称，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即将出访俄罗斯，然后呢会到访乌克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呀，这可是对美国一个巨大的冲击呀！美国在中东、在欧洲方向呢，接连遭到挫败。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个消息啊，最早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放出来的这么一个风声，后来呢，有很多的西方媒体转发了这个消息，并且呢，也有很多的评论开始评论这个问题了。他们说的大概情况就是说呀，说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要这个出访俄罗斯，这个事情基本上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了哈。但是呢，在这之前啊，说这个马克龙会先到这个中国来，然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呢再去俄罗斯，那么在访问完俄罗斯之后呢，就要去乌克兰。不过这个《金融时报》他发出这么一个消息之后，马上他又改口，他说这个中国领导人到了俄罗斯之后呢，他可能会和泽连斯基进行通话。他开始说的是要到访乌克兰，后面又说是通话，中国就要同时和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这个直接的外交。如果说呀，他这个推理，他这个分析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真是一个大手笔啊！这是中国的一个主动外交、主动出击的一种做法，在为世界呢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这种和平模式和和平的秩序。那么关于这件事啊，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哈。这第一，首先咱们说，这是从《金融时报》发出来的。英国这个《金融时报》经常放出这么一些这种消息出来，预先放出来一些消息，好像是它的信息来源非常的灵。不过有些消息呢，也确确实实是最后还真是兑现了你可以说现在这是西方媒体的一个放风，至于可信度到底是多少，那就大家后边观望着看。第二，咱们就说这件事，它放出来这件事如果从内在的逻辑上来看，它的可能性有没有呢？应该说是有的。因为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咱们中国呢是有着我们的优势的。换句话讲，如果是俄乌冲突想要得到解决，至少说先要停下来的话，这没有中国介入是不行的。因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不是欧洲搞得定的，不管你是法国还是德国你都搞不定这件事情。那你俄罗斯就是当事方，那美国不用说了，那是隐藏在背后的，也是个当事方。那这时候只有我们中国的体量、影响力和我们一贯坚持中立的这个立场，并且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这个和平立场，只有在这个框架之中才有可能解决。那作为乌克兰对这方面它也是有所需求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呢可能性它确实是有的。这第三，咱们说完了可能性，那你就要看看可行性了。这俄乌冲突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现在从整个的政治气氛上来看，从俄罗斯的需求和从欧洲的需求和从乌克兰的需求方面，那确实是想这个俄乌冲突它能够尽快的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可是你现在从军事层面，从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来看，似乎又不是这样。双方打的呢又很焦灼，并且都说要进行个大反攻。这种形式上好像又不像是你能够很快的得到平息，所以这个俄乌冲突绝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想要把这个事情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和平的框架，能够把这框架落实下去，那是要把握好时机，也要把握好整体的形势上。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呢，实际上它最近确实是遭到了很大的挫败。中东那边咱们就不说了，这很明显，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它那个立柱已经开始有点这么晃动了。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这个美国出现的焦虑和不自信。当然，作为他挑起这个俄乌冲突，美国是最大的获益方，也确确实实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可是呢，他也表现出了用力太猛，甚至连他的欧洲盟友都开始受不了这个了。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美国下的这个力气太大了。第三呢，我们再看这个拜登政府了。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着国内的党争，他确实也要有一个方案，他把这事搞起来之后，怎么样又能让他平稳的符合他这个民主党的利益，他本届政府的利益和需求呢？他能够把这个事有所缓和的去解决。在这个时候我还跟你讲，你别小看这个美国，美国可是这个
地缘关系的老手了，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们也非常的灵活，而且他们一旦来进行大转弯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阿富汗那边的时候，他也是不管不顾的。因此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啊，也真有可能他会来借中国的力量给自己解套，来缓解这个危机。所以这些事情啊，纠结在一起呢，都是相当复杂的一个事情。外媒现在传出这个消息，特别是一贯以放风而著称的这个《金融时报》传出这个消息啊，这里边未必没有美国的意思。